Hello， 大家好。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花了4个月的时间改造这样一辆房车。当时改造完的时候啊，觉得这所有的一切不能说十分完美吧，但至少是万无一失，非常的喜欢。那么之后呢，从去年的8月到今年的4月，我开着这个房车在欧洲玩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8个月之后，再来看一下之前对车的设计和改造，有哪一些是让我觉得非常后悔的呢？那么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我最后悔的10件事情吧。那我最后悔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房车地板的防水。之前做的时候比较急啊，没有想到在木地板上再刷一层防水漆。虽然漏水情况非常少见，但是一旦漏起来，后果就非常严重。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后备箱的这个净水箱的位置。这看上去没有什么，对不对？因为我们铺了这个乳胶地板，但是把这个乳胶地板掀起来，是不是非常可怕？主要原因是当年在做完地板之后，根本就没有想到给地板刷防水漆这一块，有一些盲目的自信。当时就觉得房车这样一个水路系统设计起来也不是很麻烦啊，它不会一直漏水吧？哎，但我还真错了。偶尔在车辆进行这种比较大的颠簸的时候，或者在加水的时候，以及有一次是因为后面这个水管的这个滤水器在因为冬天太冷的时候结冰冻裂了，所以这一块还是漏过几次水的。一漏水之后，它就会从这个乳胶地板侧面渗到这个下面的木地板上，它这个很不通风，这个湿气就非常难以散出去，所以时间一长就会成今天这个样子了。这次回来之后，可能这个最底下这块地板要全部都换一遍。说到防水呢，就要说我最后悔的第2点了，就是关于这个清水箱。这个清水箱的上面这个盖子没有一个很好的防漏水的功能。只要这个清水箱里面的水一旦晃到瓶盖的地方，它就会从侧面渗出来。其实清水箱的瓶盖有一定的透气性是好的呀，因为你在加水的时候，里面的气压需要释放，盖子上有一定的透气性，可以让加水的时候变得更顺畅。但是呢，这透气性你又不能做过了，你不能说太透，这个稍微一颠，水到上面就出来了。所以我没有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清水箱的盖子，可以让它做到既透气又防水。所以在房车行驶的过程中，尤其我们经常走一些山路啊，稍微一晃，水就会从这个盖子的侧面流出来，这也是导致我下面为什么经常变湿、渗水以及发霉的原因之一了。说到我最后悔第3点呢，就还是跟这个水路系统有关的。灰水箱的排水口做的太小了。我们的灰水箱呢，在房车这一侧，连接在我们上面的水槽，然后这一侧呢，清空灰水箱的时候，就得把这一侧的这样一个开关打开，然后通过这个管道把这个灰水箱里面的灰水给清空。这一侧污水的进口是40毫米直径的，而这个排污口只有16毫米。所以要清空这一箱的灰水箱，要在原地等个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而且最麻烦的一点是因为这个管口太小了，它会很容易堵塞这个排污口。然后每次堵塞的时候呢，我就得穿上这个乳胶手套，然后在里面手动的给它疏通一下，所以非常麻烦。虽然堵的次数不多吧，但如果让我重新设计的话，这个灰水箱的排污口我一定会把它做的比这大很多。让我最后悔的第4点呢，就要说到我们房车的电路系统了。其实总体来说，电路系统的设计是我非常满意的一环，但我唯一忽略掉的一点就是没有安装行车的这个充电器。我总共是给我们车辆电池安装了2种的充电方式，一个是这种外接电源，通过这个，然后连接到我们外接的这样一个充电口。第2点呢，就是我们上面的太阳能电池板，总共有600瓦的电池板呢。但是我就是太自信于这个2个充电方式了，尤其是太自信我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相对于普通房车装个100-200瓦，我觉得自己一下装了6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的话，怎么都不会缺电了吧？而一个车辆行驶的充电器最多提供200瓦的这种充电效率，一天开个3个小时顶多了，充不了多少电。所以我在安装的时候就故意忽略了这个行车的充电器。但实际上，在北欧的时候，尤其在9、10月份以及冬天在瑞士滑雪的时候，日照时间很短，而且经常是连续的阴天、雨天、雪天。这个时候，太阳能电池板可能好几天充不上一点电。而在这段时间呢，每天还可以开个3个小时的车。如果有一个行车充电的装置，至少我房车里面可以保证一定的用电量，但是没有，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后悔的一点。说第5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车顶上看一看了。就是我们屋顶上装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扇之间的间距太小了，带大家看一下，中间只留了非常小的一个空隙，
当时之所以把这空隙留得这么小呢，是因为想在车的后方电池板的后面留更多的空间。我还天真的觉得后面这一块可以做一个车的屋顶，可以顺梯子爬到屋顶，在屋顶坐一坐。但这个想法真的太天真了，整个8个月的旅程中，从来没有一次会想上到屋顶坐一坐的。而风扇和电池板之间间距太小的缺点，确实体会了不少。有一次，由于橡胶的老化，风扇后面开始漏水了，水从风扇后面这个缝隙渗进来，然后流到室内，从这个地方再漏出来。那段时间真的是车外下大雨，车内下小雨，非常麻烦。我上屋顶检修的时候呢，虽然知道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但是就是因为它的间距太小了，连我的胶枪都很难伸进去，更别说你用这个手指进去给它抹匀了，所以修起来非常麻烦。如果让我重新设计的话，我在这个地方绝对会留一个至少这么半掌宽的距离了。比较后悔的第6点就是房车内洗澡了。之前我们做过这样一期视频，讲怎么在房车内进行洗澡的。从设计上讲，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是有意识的牺牲洗澡的区域，来最大化方便我们一些其他的功能。但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浴帘的选择太少了。我用的是那种普通的浴帘，它平常是挂在浴室中，只用遮挡一面的这种，但放到房车里面，它就得把4面全部都遮挡住，所以浴帘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洗澡的时候啊，夏天还好，但冬天的时候，你只要这个水一开，浴帘一沾湿，它就会全部湿哒哒的粘在身上，站在这个地方非常不舒服。如果要重新设计的话，我一定会重新改一下这个浴帘的结构，做一个比较大的，能洗澡起来稍微舒服一点。那第7点了。就是这个保温，整体的保温会做得非常好的，唯一有一点点的缺憾就是这个后门这个地方，因为门作为一个可以开关这种活动区域，这一块的保温其实不是特别好做，忽略了一个点就是这个门缝这个地方。但别看这些地方小，但如果外面刮大风，而且冬天冷的时候，还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地方一开始有些漏风的。我当时用车里剩的一些保温材料，就还临时找补了一下，暂时是解决了问题。但现在看起来其实不是特别美观，而且我也在这个地方也得做一些 vapor barrier， 以防这边在睡觉的时候呼吸的水蒸气渗到防水的夹层中，然后把里面打湿。房车设计最后悔的第8点呢，就是在床头这一块的电源接口的设计不太合理。这一块呢，其实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给手机啊、一些 iPad 一些地方充电的地方，却没有设计一些常用的 USB 接口。在旅行到一半的时候呢，我是临时找了一个24伏转5伏 USB 的这个 module， 临时固定在这个地方了，稍微缓解了一下我床头这一块 USB 的缺乏。但是如果让我重新设计的话，一定会在这边安装更多的电源的接口了，这一侧也是。说到设计上最后悔的第9点呢，就是这个座椅了。座椅的时候我加了一个 swivel 系统，就是它可以把整个的双排座椅转到后面来，这样在使用过程中就感觉后方增加了很多使用的空间，这个地方也可以相当于多了2个额外的座位。这些听起来都非常棒，是不是？但为什么这是我最后悔的第9点呢？就是因为用起来非常难。它是通过4个螺丝钉固定在底下的，所以每次转的时候得到前面把座位掀起来，把4个螺丝全部都扭下来，然后使劲的慢慢的摇啊摇啊摇，一点点把这个整个座椅再转回来，再把螺丝固定住，整个过程要花大概1-2分钟的时间。所以可想而知，在我们房车旅行过程中，这个座椅基本上就没有转过来过。这算是一个比较鸡肋的设计，也是让我感到比较后悔的设计之一了。那么接下来最后一点，第10点，就是关于车的侧面的一些储物了。高的地方有很多空的空间，很难利用上。为了增加空间这种利用率，我在旅途过程中因为缺乏一些材料，只好买了像一些这些小篮子呀什么的，临时用钉子把它钉在了侧面，稍微让我的这个空间利用变得好了一点点。但这次回来之后，我决定把它们全部都拆掉，用木板正经的做一个合适的这种多层的一个货架，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这一侧侧面的空间利用率。同样的也适用于车的另外一侧。这个是房车旅行8个月来，我觉得房车设计上让我最不满意的10点了。但好在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这次回来之后呢，我也会利用这些时间在英国把整个房车重新升级一下，然后下一个雪季就可以又去瑞士滑雪了。好，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它对你的房车设计有一定的帮助。那我们下期再见。